怎么了？你干嘛呀？你太香了，影响到我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受气流的影响，在穿越云层中有轻微的颠簸，请大家不要担心，在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。晕机了。到时候到了之后，你就听我的安排。这天我打算做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。别的没事，反正他只要那个酒店干净一点。轿车吧，别说了啊，学生说是啊，累死我了。这次比以前多了。轿车吧，然后还得拉东西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差点忘了，要不你留着吧。虽然你不晕机，但万一你晕车晕船呢？这个提神醒脑还是挺好用的。运动员不能随便收礼。哪儿那么严重啊？几块钱而已，朋友之间送个小礼物没问题的。我们不是朋友。小姐姐，想开点儿，毕竟我们队长眼光肯定比普通人高，是吧？想开点儿。哎，江一天，大巴来了。哎，我们校车来了，我先走了，回头见，拜拜。快点儿，快点儿。恭喜你拿到了冠军。请问你现在方便接受采访吗？不方便。可是你已经拿到了冠军。我不接受采访。沈清源，你还记得2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吗？2个小时意味着从选手到冠军。难道这几年你就一点没有想起我来吗？摄像头被挡住了。这几年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认识吗？还爽呢！你知不知道你浪费了首页最贵的一条推送位？周总，对不起啊，突然发生了点意外，是我不专业。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个意外呢？要么你就是诚心不想要这份工作，要么那个沈清源是不是你前男友啊？我给你条忠告了，在做直播的时候要客观的处理现场的情况，这就是职业素养。还有，其实前男友也是个不错的引子，我们需要这样的点，要不你考虑一下，把它发挥一下娱乐。你那有没有沈清源的私密资料？咱拿出来配合一下宣传。周总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功利了？用不着你说我，干不干咱说。
哎，小姐姐，你今天厉害了啊！说不定通过你这直播，我们真能大火起来。祝贺你们拿到冠军！我们这俩看饮水机的，还得负责安慰人呢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你跟我们队长是不是之前就认识？算是认识吧，不过他好像不太待见我。不会，我们队长人特别好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我们队长对你还挺特殊的。你看他一看见你吧，这心思啊，都安稳不住了。是想让我赶紧走吧？这是我们队长在对付吧？这肯定是，我们队长对7这个数字情有独钟。对。小姐姐，我这第6感告诉我，你可以去找他聊一聊，说不定啊，他就什么都找你。也对，是该跟他好好聊聊了。我是杜凌峰，凌达集团的，算是合作方吧。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，成为我们的代言人。你看，眼药水配射击运动员，怎么样？很搭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不感兴趣。好歹考虑考虑嘛，我可是很少巴结人的。我这样的视力，怎么会用得到你的眼药水？你什么样的视力？哎，眼药水广告。他没办法接眼药水广告，他的视力只有0.1。啊？你说什么？0.1？他可是射击运动员。射击运动员需要好的视力，本来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那个，我不知道你不想让他知道市里的事情，对不起啊。你对我很感兴趣，连我0.1的视力都翻出来了。不是，我就是想帮你解释一下，而且，你的眼睛……要不要我把我主治医生的联系方式也给你？所以，你是做了视力恢复手术？你们瑞直播都这么采访的吗？我的视力还需要跟你们上报？没有，我是想来继续采访你的，视力问题就是一个小插曲。2分钟，还不开始？马上开始。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直播间。你好，沈清源选手，首先恭喜你获得冠军。谢谢。听说你在射击领域获得过不少奖项，那么你进入海尔队之前过得怎么样呢？上课、练习、比赛、拿奖，每天都很忙。别的没什么。你可以具体的讲一讲吗？比如说什么重要的人或事？没什么重要不重要。你确定吗？你再想想。真没有，别浪费时间。沈清源，如果让你对以前的自己说一句总结的话，你会说什么？我问你啊，气手枪比赛，靶子在赛场哪个位置？前方10米处。那我为什么要回头？我明白了。时间到了，你问的也够多了。哎，小心！别怕，有我呢。
陈金源，看到你一切都好，我也算是放下了一件心事儿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们以后应该不会再见了。刚才直播多亏了你的衣服挡住了直播事故，谢谢。奇怪，他怎么总能影响到我？沈队，我来找你借一下枪油。柜子里。好。哦，刚刚那个是瑞直播的女主播吧？你们认识啊？第一次见，我觉得她有点奇怪。该不会是花痴了吧？不过也正常，刚跟你认识的女孩都这样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只有在特别烦的时候才会看这个停转表吧？你想多了。射击是一项静力性的运动，看一下停转的表，是为了更好的比赛。这个帮我拿一下，把东西拿一下。欢迎登机。你能不能帮我放一下这个？哎，我帮你拿。我在前面。是7号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小主播，又见面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我帮你吧。谢谢。来，过去。哟，不怕看花眼睛，小心变0.1。哎，这个人好像在比赛现场见过，他好像就是跟小姐姐一起看比赛的。啊，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琳达集团杜维明的儿子杜凌峰？杜凌峰都来找咱们队长了，厉害啊！不是，他找咱们沈队干嘛呀？他找咱们队长代言他的那个眼药水，结果出点岔子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。嗯。看什么呢？哎，小姐姐，你跟队长聊得怎么样啊？没聊，以后我跟他就治疗工作吧。行吧，没关系，咱们可以做朋友。训练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啊？队长，我错了，我一早就跟你说了，你今天记多嘴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机即将起飞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。
妈，啊，我已经回海雅了。你看了直播视频，效果不错啊。那就好，我还没看视频呢。转正啊，有希望吧？男朋友？再说吧。说了多少遍不要再催，不要再催了。好了，我挂了啊，拜拜。想要报喜不报忧，眼泪只能自己流。这是实习生有两下子。周总，你的运气不错，借着这个射击队长的东风，逃过一劫。恭喜唐心！听说这里有神枪手小哥哥最新、最热、最火爆的八卦。哎，据说女主播和沈清源是前情侣关系，这深情的追问还2小时，好几年，坐等更多瓜。指不定现在已经恢复热恋关系了。周总，我能跟您聊聊吗？进来吧。你的转正流程我已经递上去了，欢迎加入瑞直播。那些炒作的水军是公司买的吧？我想说，可不可以不要把私人的关系牵扯到工作中啊？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呀。我们是电视台旗下的网络直播平台，在这个领域要想占有一席之地的话，只能靠出其不意。是这件事情上，公司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但不也缘起于你跟沈圈的互动吗？咱们没有瞎编。奥运会就要临近了，咱们肯定是没有资格去拍现有的国家队的，那不还得跟紧海雅射击队吗？像沈清源这样的种子选手，很有可能打进决赛圈，在奥运会拿个奖什么的。咱们要是错过了，你会不会？我当然后悔啊，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顾全大局呢？你说，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我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，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可是……行，我答应你啊。之后你想到什么好的办法，公司全力配合。明天公司要开个庆功晚宴，邀请海雅设计队的全员过来谈一谈长期合作的意向。眼下这件事情最重要。你去酒店核实一下场地跟人员名单。我明白了，周总。去吧。周总，既然你已经提交了转正流程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姓名了？我不叫实习生，我叫唐心。沈清源，我来找你是因为网上的评论。你不说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吗？之前是，但是现在我没有想到，公司会和射击队达成合作。现在看来，出于工作的关系，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，所以我想给你打个预防针。还有重要的事情。现在应该还没签合同吧？啊？既然没签合同的话，那我现在就没有配合你的义务。哎，队长，不是，队长，你平常不是第一个去训练馆吗？今天等我。哎，小姐姐，你好。你们先去训练吧，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。拜拜，队长。
张教练，周总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你好你好你好，各位队员们，欢迎欢迎！哇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小唐，哎，照顾队员们坐下。好啊，队员们这边请吧。教练，哎，这边。哎，小姐姐，在这边。哎，教练，小姐姐坐哪？好，这边来。那这个信息素，它有抵抗的办法吗？那能抵抗吗？那可是生物学认证的天血。坐这儿。来，我带你去。那边打招呼啊。坐这儿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坐这儿吧。干嘛？沈清源，那个关于绯闻，你是不是都不换洗衣粉啊？为什么总有一股特殊的味道？我不用洗衣粉啊，我用的是肥皂。今晚我特别的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。那首先我要祝贺一下锦标赛冠军沈清源。好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福利环节了。我们瑞直播呢，特意找了专业人士为各位运动员们准备了无酒精的葡萄酒，今晚大家可以尽情享用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好喝。海哥，来，张教练，本来不高兴的事情今晚不应该提，但是网络事件发生的确实有点急，我们没有来得及处理干净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失职。这样吧，您看后续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的，我们尽量配合。不用，清者自清。好，那就预祝我们合作顺利圆满，也预祝射击队能够交出一个漂亮的答卷。好吃。这个合作就劳烦张教练您了，尽力配合。干杯！哎，沈队你好，我是瑞直播的工作人员，我看过你的比赛了，心理素质非常好，发挥的特别棒，敬你杯。不好意思啊，失陪一下。等一下啊。你还带点包了吗？周总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都跟到这儿了，不会是单纯的想看风景吧？其实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关于之前炒绯闻的事情，对不起，不管这是不是我的本意，都给你造成了困扰。我不在意。可我在意。之前发生的直播事故，我以为我会被公司辞掉，结果没想到周总肯饶我一命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工作上以后避免不了接触，所以之前说过不见面的话就……但我保证，我绝不会纠缠你，更不会拿我们的过去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？你是不是那个射击冠军沈清源呀？可以跟您合张影吗？就一张，可不可以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别走啊！
欢迎来到糖果王国，小糖糖的奇幻生活即将开始了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尽情享受吧！二位，请尽情畅快的玩耍吧，拜拜。你听过古代狐狸骗人的故事吗？没有。就是有一个书生，晚上赶路，遇到了一个大户人家，受到了热情款待，觉得如梦似幻。早上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躺在荒山里，那些好东西都是石头跟土块。我怕这些也是幻觉。没有啊，很真实。你看这儿还有招商广告呢。走吧。冰淇淋，卖冰淇淋啦！口感丰富，口味多多，要不要冰淇淋啊？你要吗？运动员不吃冰淇淋。我要一个酸奶味的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多少钱啊？20块钱。那，哎，等一下，情侣打折，买1送1的，再给你拿一个。我们不是。走吧。那，卖冰淇淋啦！老板，多少钱？20。哎，沈清源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为了不让你预定明天的热搜，你带上吧，你带嘛。谢谢。来，扔飞镖了啊！小姑娘，扔飞镖了。沈清源，你来，你肯定行。这个的技巧应该跟射击差不多。我试试，来一把。好嘞，给你飞镖。来，扔飞镖了啊！应该差很多。我再试试。扔飞镖了啊！够了，把神。不，我再来一把，老板，再来一把。哎，好。哇，厉害！恭喜你，这是我们的超级大品小熊糖果布偶装，你男朋友呀是这个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走吧。小仙女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在我们这么有缘的份上，我就送你2颗糖果恋爱签。什么是糖果恋爱签？就是将糖果合2为1，就能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恋爱命运哟。这雄性动物只要闻到了雌性动物身上散发的这种信息素，就会不由自主的靠近，跟你和小姐姐的关系特别像。Baby， 你的笑像阳光，让我心花盛开。是你让我懂，耐心陪伴才是最长情的爱。那些话没太多，煽情话，但有你，baby。抱着你，就仿佛全世界都被包围。原来不是梦啊！你给简单而不平凡的爱，因为有你，漫长的时光才有了期待。
越平凡越精彩 baby， 不需要当机会长，只需要有你入怀。早呀，大家。早。昨天宴会后半场，你跟小姐姐干嘛去了？练习。练习？哦，这么无聊啊！我还以为有什么有意思的。我先撤了啊。糖糖，跟海雅射击队签了一项，你也终于能转正了，谢谢。哎，崔冬枣，你不吃我可吃光了啊！谢谢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宝贝，你知道你所有的情绪都写在了脸上吗？梨子，我又见到他了。那个抛弃你的渣男？他才不是呢，他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。省省吧，消失了那么久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洗不白了。可是我这次见到他，我觉得他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，包括他的说话方式，他的行为动作都不一样了。可是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喜欢他。可能抵抗不了吧。还抵抗不了呢，我真的不希望你再次受到伤害。我相信他。唉，你真的是没救了，那你就顺其自然吧。对了，我今天还要去射击队拍素材，我先走了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瑞直播。之前为大家直播了选手的竞赛，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日常的训练日记。大家看到的是气步枪运动员。10米气步枪呢是射击运动中很普及的项目，也是奥运会项目。比赛规则与气手枪类似，同样是需要先通过资格赛，再进入决赛。气步枪的重量极大，所以需要双手持枪。大家看他们的皮衣是不是很帅啊？其实这件皮衣非常厚，也非常的重，就是为了隔绝心跳，保持稳定。10米气步枪的靶子不同于气手枪，只有1元硬币大小，站在10米外呢，只能看到一个黑点，所以对于选手来说难度极大，需要他们追求极致的射击精度。这是今年海雅大学新招的特优生，他们正在进行有氧能力训练，主要包括跑步、功率自行车等。由于他们正在训练，我们没有办法追上，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。不过今天我们将就10米气手枪这个海大射击队的冠军项目展开重点介绍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。沈清源，这个送给你，祝贺你的冠军。还有这个，不需要，谢谢。射击比赛时长一般都是几个小时，对运动员体能消耗非常大，所以我们的训练一般都是混氧训练，还有有氧训练。游泳就是我们的训练项目之一。我们有专门的医师在旁边负责帮我们计时，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身体状态。以前我们的训练都太单一了，只有这个跑步还有哑铃，很多运动员都因为这个出现了劳损性的慢性病。现在我们队里引进了最新的训练方法，有跑步、间歇跑、变速跑，还有自行车，还有游泳。
所以呢，这些项目可以全方面、多维度的大大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，还有身体强度。哎，慢点，小心，慢点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突然漏水了？我跟着镜头不小心掉下去了。江一天，你也不看着我点，谁知道你那么傻呀？干嘛呢？队长，教练说今天瑞直播帮我们做一个训练日记，让我配合一下小姐姐。哦。拍完了吗？没事吧？要不然接下来就让沈队来介绍吧，我们还要完成今天的训练呢。我们就走了，走。开始吧。啊，这是今天台本，你看一下。没什么问题。你耳朵怎么红了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看看。哎，谢谢。没事。准备好就开始吧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下厕所。谢谢沈清源给我们介绍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谢谢你了。坐。你知道信息素吗？那是什么？书上说，雄性动物只要闻到了雌性动物身上的信息素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靠近它。动物？就像猫跟猫薄荷，会上瘾，而且没法抵抗。什么？我感觉我对你有点上瘾。走吧。教练。有。坐吧，跟你说两句话。小沈，我可没见过你在训练当中分过神啊，怎么回事？本来不想跟你提的，最近你是不是受那个女主播的影响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俩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？不是。那天在庆功宴上的时候怎么回事？你不是主动靠近别的孩子的人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小沈，我不想干涉你的情感生活，但是我想让你知道，你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选手，你的路还很长，不止一个市冠军、省冠军，还有全运会、亚运会，甚至奥运会。我见过太多的天之骄子中途陨落了，我不希望你跟他们一样，你明白吗？
我明白了，教练。我不会让任何事情干扰到我射击的。我相信你。我和瑞直播发个声明吧。就那女的，跟沈清源一起的。哎，这姑娘看着还行，怎么这样啊？就喜欢传绯闻、搞炒作。走。你擦了？谢谢，我自己擦。沈清源，你听说网上的事了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们公司呢可能会发个声明，划清我们之间的界限，证明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是想平息网上的舆论才这么做的。我今天想了你很多次，但是我射击的时候也想到了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。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跟猫薄荷一样，我抵抗不了你，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影响射击。所以我想跟你划清界限，之前都是误会，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瓜葛。太不习惯和你说话唯唯诺诺，但若没把握，有些话还是别触碰。看着我又一次失手，倾盆爱下的念头，来不及闪躲。抬头全身已湿透，回忆这一下开了脸送，熟悉却这样对你也好，不是吗？怎么绕过，怎么探究爱的让我不会是自我放弃的一种。所以我现在深陷舆论中，你觉得这样做对我也好？沈清源，你从来就不会为我考虑。但凡你为我考虑3分钟，你就会知道你现在说的都是借口，你就会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对我伤害有多重。觉得还是不想走，看着你想表现更自然，却又觉得笨拙，话没说出口，怕太少又怕太多。这一下
怎么折磨？不过就是爱走到寂寞，面对落。小慈，张教跟你聊过了，他也找我了。他怎么说？他呀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你要谈恋爱的话，也是跟我谈。根本就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不可能，因为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会把射击放在首位的人。有点意思啊，沈队。怎么说呀？你左手拿着猫薄荷，右手拿着怀表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，一边是悸动，一边是冷静呢？你有遇到过像猫薄荷这样让你没法抵抗的东西吗？就射击，除此以外呢？好像没有了。那如果有天遇到了，还干扰到你射击，你怎么选？我也不知道。亏我还跑去射击馆找他，我想告诉他，生命不是我的本意，但是我却忘了问他，那是不是他的本意？你说我影响你的射击都是借口，从前怎么没有啊？以前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才会说，算了，你也不是以前的沈清源了。还好，一切都没来得及开始。我那一点点的心动，应该也很快就可以停止。沈清源，你信吗？我信你个鬼！什么命中注定，什么无法分开，都是骗子。哎，别！你别扶我！犹如漩涡，一起沉沦。封建迷信，要的。队长，进。队长，你快看，你看，这是不是小姐姐的包？你也发现了哈，小姐姐怎么回事嘛？啊，她怎么能跟杜凌风这种花花公子去酒吧呢？你说这杜凌风要是兽性大发，对小姐姐图谋不轨，这该怎么办呀？哎，队长，你干嘛去？哎，好，这边，啊，我不碰你，来，你上这儿坐会儿。肖主播，你坐着别动啊，我去开车，你等会儿。哎，你别拽我！哎，哥，别！哎，干嘛呢？我要陷你全家！
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哎呀，离他远点。我要吐呢。你试试。那我还就真想试试。哎，唐鑫，唐鑫，你没事吧？冰块脸，你确定把人送回家？唐鑫，唐鑫，你站住！不要再靠近了，沈清源。不是说要划清界限吗？你再过来就没有办法如你所愿了。现在太晚了，我只想送你回去。既然决定了，就不要再有这种示好的行为。这才是为我好，明白吗？不要再让我像个傻子一样，为你偶尔的兴起胡思乱想。我知道，我一开始就不应该靠近你，可每当我想停止的时候，你就会主动靠近我，让我动摇。你觉得是我影响你的射击？难道你就没有影响我吗？就连你刚刚说唐鑫站住，其实我明明可以走的，头也不回那种，可我还是停了下来。我在期待你能跟我说点什么，我以为你会说唐鑫，我错了，之前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，到现在了，我还有这些荒唐的想法，所以不要再靠近了好吗？这才是为我好，我不想再有这样心碎的感觉。唐鑫，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东西干扰到我射击，我就会让它从我的生活里消失。射击的时候我都是这样的，可是对你我做不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怕，我也控制不了。你太刺眼了，沈清源，那你就别再看我了。只要你耀眼就好，其他的都不用再关心了。太不习惯和你说话唯唯诺诺，但若没把握，有些话还是别触碰。看着我又一次失手，倾盆爱下的念头，来不及闪躲，抬头全身已湿透。回忆这一下开了脸送，熟悉全天空红，怎么绕过，怎么他就爱的让我不会是自我防御的一种，掩住耳朵，安静的躲在关了灯的角落。路再陡之后总是会平缓的多，风景的看过，却怎么还是不想走。看着你想到心更自然，却又觉得笨拙，话没说出口，怕太少又怕太多。沈清源，那你就别再看我了。只要你耀眼就好，其他的都不用再关心了。微笑难过，我点点头，与你的同意告别过，从今以后准备好就走，未来很宽阔。队长，你见到小姐姐了吗？不会是杜凌风真跟小姐姐有什么吧？你承受不住。没，
我练射击去了。你没去找小姐姐？这么晚练射击？还是射击好。那你赶紧休息吧。是不经意，是刻意，是陌生带着熟悉，但我遇见你，是忽然的又不近，是平静如雄梦对你的感情。我像矛盾体，明明心想亲近，却又疏离，保持安全距离，维持刚刚好的关系。但却没办法克制住想你。在跑马拉松之前，我们都会提前准备很多装备，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一些比较细心的装备，比如说乳贴。在马拉松比赛中，无论是男女，如果不想血流成河的话，最好贴上这个小物件。男的也需要贴乳贴吗？喂，周总，是我拜托梨子跟我交换任务的。我知道我不了解马拉松，但我会努力学。射击队那边，我可能不太适合去了。我打电话不是为了这件事儿，快点回公司吧。射击队那边出了问题。梨子，射击队那边怎么样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咱们快去找周总吧。是，这次完全是我们的疏漏。对。好，我一定想办法解决。好，好。周总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现在不是你个人问题了，现在是我们整个小组要面临被裁撤的危机。来吧，说说，有什么办法解决？周总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到现在不知道啊？来看一下，琳达集团赞助海雅射击队，开辟体育直播新道路。再看下一条啊，杜林峰接受采访，看好体育新星，透露接下来的第一步就是更换直播平台。射击队那边怎么说啊？当然是跟杜林峰达成一致了，不然发什么通稿啊？周总，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我得有办法才行啊！一个射击队，一个杜林峰，都给我吃了闭门羹。要不这样，我去找杜林峰聊聊。找谁？杜林峰。你跟他很熟啊？也行吧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啊！杜林峰现在在射击队。走，快！杜总，加个微信。我也加，我也加一个。等一下啊。这个是吧？我扫你。我也来，我先来。来。哎，杜总，咱们什么时候一起吃个饭吧？行啊，没问题。那谁请啊？我请。谢谢杜总。谢谢杜总。出来一下，射击馆门口。我出去一下啊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这不是忙夜啊，我。为什么突然赞助射击队？
业务需要啊。哎，行吧。你想问什么？你在搞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赞助射击队，还施压瑞直播？首先，不是突然，赞助这个事儿我准备很久了。那昨晚上，确实没告诉我。看你那不是在聊情商呢吗？没找合适机会。可是，你赞助就赞助，为什么要换掉瑞直播呢？不顺眼啊！就你那领导叫什么来着？周祖光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纯粹看不惯。不会的，杜总。拜托了，杜总，不要换掉瑞直播好不好？我们一定尽力配合。瑞直播你说了算。杜凌峰。哎，你俩昨天没谈好？我这是在避嫌，网上粉丝还在骂我呢。怎么了？张教练找你，赶紧打电话去。喂，哦，你来了，找了你半天。教练，人有3急，集合一下。小慈也介绍的差不多了，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。杜凌峰，从今天开始，以替补的身份，正式加入我们射击队。来，欢迎你。教练，您总得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进队吧？是运动健将吗？参加过哪怕1次的大赛吗？是这样啊。杜凌峰呢是借读于我们海雅大学，至于实力嘛，自己介绍一下。本事不是用话说的。我看你不服，要不比一比？输了可别拿压力当借口，我不过是个替补队员。海哥，不要大意，他有基础。手感还不错呀。那天我就跟你说让我试一下，说不定对我的印象有改观。偏不。
海哥，海哥，海哥，再比。帮忙计时。没问题。很简单，就比一个动作，平衡动作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试试。哼。我刚才就是体验一下，正式来吧。大家准备啊，开始。闭眼。有，何婶8秒9，你怎么发现的？他快发快中，瞬间反应很巧。卸装备了啊！可一场比赛有1个半小时，定力不行，成绩就会一直下降。有，哎呀，成绩越来越好了吧？8秒，估计是味道影响了。再来，轻装上阵啊！准备，开始。哎，你输了。来日方长。其实你比起常人来讲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在我们这种级别的射击队里面，你强于别人的一些天赋，不过就是块敲门砖。放心吧，张教，我这块砖呀比较硬朗。相信你。先把鞋穿上吧。今天也就是让你认识一下各位，慢慢适应吧。走，我带你了解一下场馆。你们训练吧。好。凌达继承人杜迎风留学履历大揭底。凌达集团董事长杜维明之子杜凌风，6年前是 UCY 大学射击队的主力。哎，等会儿，UCY 是什么呀？就是美国的一个大学，水湾分校。水湾分校，19岁就在美国大学生射击比赛上拿到过亚军。可以啊。实用射击协会也有成绩啊。什么协会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哎呀，国际实用射击协会，我看什么都不懂。曾经多次参加世界级大赛，还取得了令人羡慕。原来有点东西，怎么这2年没下文？是啊。小紫，你这次来的方向刚好是我呀。那当然啊，毕竟是赞助商，给了我们赞助，那当然得主动点了，对吧？不敢当，看你说的都把我说不好意思了。其实射击啊，一直也都是我的梦想。不过小四，你打算怎么报答我？报答之前，先把你的身高、年龄、体重这些资料给我报一下。报一下。